人生有啲決定，如果你一直都等自己準備好嘅話，可能成世人都唔會做到。但係我同好多人都一樣，我一直都將佢放出喺以後入面。身體好啲以後先去，儲多啲錢以後先去，如果時間啦以後先去，等冇咁忙啦以後先去，或者等自己以後準備好先至去。但係講真，有邊一刻係會真正準備好？所以我最後逼自己做決定，出發去西藏，因為人永遠唔會知道聽日同埋意外邊一樣會先嚟到，亦都唔會知道自己仲有幾多個以後。喺去西藏之前，我喺重慶停留咗3日。原本只係諗住係中轉啦，咁啊順便影下即係嘢啦，影下夜景啊，影下啲唔同嘅景點啦。咁重慶都幾得意嘅一個地方嚟嘅，因為佢呢影嘢有陣時唔係平面嘅，係立體嘅。你以為自己1樓，但係一行出去呢，就可能係10幾樓。喺城市啦、夜市啦，可以測試到呢部 Pocket 4P 喺高反差嘅城市燈光之下嘅一啲表現。咁如果有留意開我嘅觀眾咧，都知道啦，由 Pocket 3啦，又去到4啦，去到 4P 啦，我都係重度嘅使用者嚟㗎。咁今代 Pocket 4P 最大嘅升級咧，一個係主攝上面用咗全新嘅1寸 CMOS 啦 ，D.2 可以去到咧17級嘅動態範圍。咁而另一個咧就係加入咗3X 中長焦鏡頭啊，咁啊60mm 1.8光圈嘅。咁啊，簡單啲嚟講啦，就係一個咧就係負責大環境啦、高反差啦，咁另一個啦就係負責細節啦、人像啦同埋壓縮感啊。咁呢個組合咧，對於旅行拍攝嚟講咧，就係非常之實用嘅。相片最高支援3700萬像素啊，亦都可以咧去到9倍嘅變焦添嘅。咁而受惠於今次一粒新嘅1寸嘅 CMOS 啦，咁佢可以做到咧喺 D.2 嘅情況下做到17級嘅動態範圍嘅。咁啊，大概嘅概念，如果大家熟悉器材，應該都會知道啦。咁 ARRI 嘅攝影機咧，冇錯啊，就係做到相類似嘅動態範圍啦。咁呢樣嘢都係非常之誇張，喺一個咁細嘅機器裏面做到嘅。但係估唔到咧，今次嘅旅程有一個令我放慢腳步嘅地方。咁佢唔係一景點嚟嘅，咁點解唔係景點呢？因為喺 Google 你係會揾唔到嘅，係一個叫螢火蟲港灣貓貓主題公園嘅地方。咁呢個地方咧係一個大型嘅公益啦，同商業結合嘅一個主題公園啦。園區大約係有3萬平方米嘅，咁佢收容咗600幾隻流浪貓。咁呢啲嘅貓啦喺度生活啦，咁會有接受疫苗啦、治療啦。喺度健康嘅狀態下同遊客互動。咁你如果中意嘅話，亦都可以申請領養。當然啦，即係我哋遊客就即係搞唔掂啦。喂！突然遇到一個咁溫柔嘅地方，我反而記得特別清楚。同埋因為今次 4P 咧有一個60mm 嘅長焦啦。咁啊特別適合用嚟影貓嘅，咁啊唔使行得太近啦，都可以影到佢哋眼神、毛髮都好清楚，仲有唔錯嘅景深效果啊！咁佢一個微距嘅功能令到我印象好深刻啊！咁可以睇到咧，呢個係3X 嘅效果啦，再睇下6X 嘅效果啦。
再可以睇埋咧 9X 嘅效果嘅。咁當然啦，即係如果你拍攝 6X 再裁剪嘅話，亦都有非常好嘅質素，呢個令到我咧非常之深刻。咁 4P 咧有一個一體式嘅雙鏡頭濾鏡嘅，咁亦都係有一個咧15mm 嘅 Beta 啦，咁你裝上咧有個 wide 鏡嘅功能，咁大家可以用咧15mm 嘅視歌咧去到拍攝影片嘅。今次喺重慶影到嘅，除咗城市嘅熱鬧，亦都影到啲生活日常。但係下一站就係一個完全唔同嘅世界——拉薩。原本我以為去西藏最難嘅係高反，點知行程未開始，我已經差啲去唔成。香港人買機票去拉薩比我想象中難好多 ，App 買唔到，網站買唔到，小程序亦都買唔到，最後要打電話去唔同嘅航空公司先訂到飛。去到第二日去到機場，佢又話要入藏證，但係其實香港人而家去西藏已經唔需要入藏證。跟住佢又打咗幾次電話再確認，先至順利放行。當飛機差唔多到達拉薩，機艙開始調整氧氣嘅時候，我望住窗外嘅雪山。但係個頭已經開始痛，開始暈啦。嗰刻我先知道，原來去西藏，當你連呼吸都覺得吃力，拎少一樣嘢，已經可以差好遠。第二日我休息好之後，我試下慢慢行下拉薩市入邊。第一個上映嘅地方，當然係布達拉宮。以前呢個地方喺電視裏面見過，甚至喺人民幣上面亦都會見過，但係當佢真係出現喺你眼前嘅時候，你突然會覺得你真係嚟到西藏。八角街對於我一個未嚟過西藏嘅人嚟講，的而且確係一個好神奇嘅地方。呢度信徒會依住順時針嘅方向，隨住大昭寺轉經。呢度千百年嚟仍然保留住傳統嘅石鋪路。喺八角街，有人會轉經，有人會趕路，有人會虔誠咁參拜。喺呢種地方，我真係唔好想用太大部機對住人哋。Pocket 4P 細細部，存在感會低好多，拍出嚟亦都會自然啲。因為我只有3日嘅時間。所以喺當地揾咗一個領隊，希望可以喺短短嘅時間入邊可以睇到更加多嘅西藏風景。第一站係羊湖。有一句說話，眼睛係天堂，身體係地獄。去到羊湖，我終於都明白呢句說話係咩意思。呢度嘅風景真係好震撼，但係我頭一直係咁痛，仲有暈。雖然我一直堅持想繼續拍，但係你嘅身體一直會提醒你要慢啲，慢啲，唔好逼自己行咁快。喺休息嗰陣，基本上我喺車上面喺度吸氧，但我一直堅持拍更加多影片同相片，我想將呢刻記錄低。我唔知有冇機會會再返嚟，
亦都唔知道我下一次再返嚟嘅話係咪呢個天氣。就算當時係晴天定係落雨，我好怕將來我好後悔冇記錄低。第二站嚟到卡約拉冰川，估唔到真正嘅挑戰係而家先開始嘅。喺未到嘅時候，其實天氣呢已經係落緊大雪啦。咁老實講，其實我係第一次見到雪嘅，但係當下其實我已經冇心情啦，因為我高反又開始啦。領隊幫我哋準備咗啲大衣，亦都同我哋講：你試下行上去啦，如果唔得，你就唔好勉強啦。咁嗰一刻呢，其實我有啲辛苦，頭痛啦，又要吸氧啦，又凍啦，又落雪啦，每行幾步都要慢慢行。而家我哋就徒步緊行入冰川，你睇到我而家又帶晒氧氣，着晒領隊俾我保護衣。係啦，好大雪，都可能呢度當地人就唔覺得大雪嘅，不過就係啦，可能就大家會覺得大雪啦，但係就因為我呢個咪呢就擺低咗，所以呢而家係靠呢純靠呢個 Pocket 4 Pro 嘅內置收音，咁大家亦都可以聽下個聲音，聽出嚟點樣。如果你問我失唔失望，其實嚟到冰川都有少少失望嘅。但我心諗，如果上天係要我影雪景嘅話，咁我將雪景拍低咯，享受當下，享受雪帶俾我嘅畫面，將佢記錄低。但係上天可能想俾個機會我，突然間雪開始細，藍天開始出嚟啦。喺呢幾分鐘時間裏邊，上天好似俾咗個機會我咁樣，將呢個零金剛霜峰好好咁記錄低。雖然唔係完美嘅藍天，但係我會珍惜呢個機會。喺幾分鐘之後，雪又大翻啦。咁我上天好似同我講：喂，你快啲落翻山啦，你個身體會頂唔順啊！咁其實我都擔心我會有失溫嘅狀態啦，因為如果失溫嘅話，高反會更加嚴重。但係就係正因為我沿途折返，我會見到一啲唔同嘅嘢，例如係撞鼠兔啦，例如係藏民帶住羊去放羊啦，一啲唔同嘅畫面，我亦都影得好開心。所以其實最後有冇上山一啲唔重要。第二日，我哋由日喀則市出發，我哋諗住去色林措，全程600公里，咁啊大約需要10個鐘頭，咁最後希望可以喺日落之前去到色林措。咁其實呢，我諗相信大家都好疑惑，咦，點解好似同4呢又唔同咗，因為冇咗個雲台夾嘅？咁其實今代4P呢，我發覺係唔需要雲台夾咧，亦都好牢固可以鎖實，咁樣都係方便大家呢少件配件要用嘅。
咁另外就係咧，即係大家都會問，即係個 remote 嘅問題嘅。咁就係其實咧，大家見到個 remote 其實好似咧 Mobile 8P 個 remote 啊。咁其實咧就係咧可以用得翻喺咧呢個嘅 4P 上面，亦都係咧喺嗰個 Vlog 嘅套裝入邊咧都會有呢個遙控咧，可以做一啲咧即係唔同嘅遙控嘅拍攝啦、控制雲台啦、控制部機啦，咁都係好方便嘅。西藏呢個地方真係好有趣，有雪山，有河流，有溫泉，有好多唔同種類嘅山。雖然身體嘅狀態唔係好適應，但係的而且確呢度真係一個好地方。After walking through the shadows for many days and many nights, I've dropped the bottle. The love I've lost is mine to find it. I've waited. 當我哋穿過無人區之後，到達那曲市嘅新澤園，喺嗰度食咗個午餐。但係最特別嘅，除咗當地咧有啲小朋友好熱情之外，仲發現咗一個精細嘅公廁，270度嘅雪山景，非常之震撼。咁當然啦，當地嘅人亦都好熱情啦。喺我飛航拍機嘅時候，都提醒我嗰度嗰度有人騎馬，我真係好佩服佢哋嘅眼力嘅，因為喺我哋飛到去騎馬嗰個位真係好遠啊！果然佢哋嘅視力真係好犀利。再出發之後，好快我哋就去到色南草。你唔好睇個天好似咁光，其實已經夜晚9點幾嘅。園區亦都係要關閉啦。咁所以呢，領隊叫我哋不如你飛無人機過去睇下啦。當然我即刻攞起個無人機，即刻去航拍一下啦。如果可以逗留喺色南草多啲時間就好啦，因為呢度實在好靚，當地人亦都好熱情。如果再有機會嘅話，我一定會再嚟呢個地方。最後一日，我哋到達西藏3大聖湖之一嘅納木草，係世界上海拔最高嘅大型湖泊，同時亦都係西藏第2大嘅湖泊，中國第3大嘅鹹水湖。喺藏語入邊嘅意思係天湖。咁有一個地方我一直都想影嘅，咁就係聖象天門。咁以前曾經關閉過，咁近年咧重新開放。咁但係個觀景台咧距離聖象天門咧都有啲距離嘅，咁所以咧有長焦距嘅話咧就會更加好。咁所以如果大家去嘅話咧，如果你部機係有長焦功能咧，就會更加好啦。以前我一直以為啲人去西藏拍攝啦，咁啲湖水咁藍都係應該係調出嚟啦。咁直到你親身去嘅時候，你就會體驗到一切都係真係咁藍嘅。如果大家係即係主要係想要影下旅行啦、風景啦，又唔想咁大部機嘅鏡頭呢，咁其實呢 4P 嘅優勢都好明顯嘅。咁尤其喺西藏一個地方啦，咁即係
你少一件器材就真係爭好遠嘅。咁今次咧就重慶啦，同埋西藏嘅旅程就完啦。咁其實咧，你見到我喺西藏啦或者重慶都冇乜就話自拍講嘢啦。咁其實都係真係好忙好急啦，自己本身做嘢又急啦，跟住又要拍下啲 demo 啦，拍下啲片俾大家睇下啦。咁又要影相啦，係咯。咁非常之忙。咁尤其是去到西藏咧，真係好彩，即係而家係有科技可以有呢啲咁嘅供氧機咧，即係令到我可以即係繼續個旅程啦。咁其實高反嚟講，即係高原反應啦，即係我開頭都有啲擔心嘅。咁點知去到真係仲又唔係好嚴重啦，即係有啲頭暈啦，有啲頭痛啦。咁其實都唔算係好嚴重，但係都會驚噶嘛。咁同埋咧，到即係如果大家有試過就知道，即係諗唔到嘢嘅。咁盡量用自己嘅所有嘅力氣去拍去影一啲嘅影片相片俾大家睇下啦。咁希望大家都會叫做中意係啦，今次叫比較特別嘅一次 review 啦。咁希望大家 like 啦，同埋 share 俾我哋 channel 啦。咁意見下面留言俾我哋一齊傾下啦。咁同埋今次嘅旅程，希望大家會中意帶俾大家嘅一啲影片啦。大家即係可以試清楚部機啦，亦都我可以拎啲機咧去西藏啊或者重慶咧去拍俾大家睇下嘅。咁我哋下一次有更多新嘅產品咧，就同大家再去分享下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